既然公子不爱江山，只爱美人，那方家、穆家也没有什么有了吧？不如你我花前月下，双宿双飞，岂不更好？公子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到这儿还能干嘛？花钱呢。哟，信公子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来，请坐。最近啊，小店来了一批成色非常好的东西，让您过过目。来，端上来。好嘞。来，喝茶。多谢。信公子，您瞧瞧。哎，这个还不错啊。这串耳环很多人都试过。哎呦，没有一个像姑娘您啊戴上这么好看。这张大饼撒上这2叶葱，哎，可以出锅了。信公子啊，说笑了，这巴掌大的脸怎么会像大饼？哦，我这儿还有更好的。来，拿过来。哎，好。信公子，您瞧瞧。这个色泽还不错。这个秤杆子，配上一个秤砣，哎，刚好称称刚才那张大饼。信公子，这些可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了，您若还挑不上，小店可就真没有了。张掌柜，你谦虚了。要是连你这儿都没有，那整个百真巷还能找谁买东西去啊？小人哪敢谦虚啊！信公子都快把百真巷逛完了，您要是在这儿入了眼，那小店不也是扬眉吐气了吗？无奈您的眼光实在太高，小店确实是没有了。这么说，都拿出来了？都拿出来了。是吗？你昨天不是收了季善署齐大人的金箔卷丝琉璃珠，然后前天又从审理署冯大人手里呢收了牡丹纹眉瓶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还从左公子手上收了一件掐丝菱纹银盘，都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啊！东西在哪儿呢？让我瞧瞧。瞧瞧，就说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信公子，这些东西我是收过，可是做生意呀，讲究的是有买有卖。您说的这些物件已经出了。都出了？都出了。这么快？这么快。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这么大手笔，谁呀？买家想隐着，信公子也是懂规矩的，就别难为小人了。哎，公子到底还要逛多久？逛到有你喜欢的为止。是逛到有婢妾喜欢的，还是逛到公子摸清这百真相的底？近日穆大人劳苦功高，公子要赏还是赏穆大人的。婢妾有些累了，先休息一下。小儿来壶茶。哎，你就没有功劳吗？你最近不是很忙吗？婢妾忙什么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么可能忙呢？哟，那怎么没看到礼堂啊？他家里有事，跟婢妾告了假，回家几天，今日就回来。那我怎么听说有人看到他在盗库银的五夫人家地门外？啊，先是做伪证罚了怀蕊，再来就是提供消息助穆天书立功，这样样呢都是给海瑶往高处抬。丫头在打什么算盘？我怎么没看明白呢？公子明知道夫人是被冤枉的，不也一样顺水推舟？婢妾跟公子打的不是同一副算盘吗？我哪有什么算盘？我就是嫌公子，我恨不得天天混在这文玩字画里面。是吗？那婢妾最近听说这百真巷真是热闹极了，全曲梁的达官贵族为了归还歉意，都把自己的宝贝拿到这里来卖。谁家想还钱，谁家不想还钱，
都在这文玩字画里。哦，你这丫头还知道些什么？碧玺还知道，公子一尴尬就拉长声音说话。你再高兴，我瞧瞧。公子，放手，放手。谁叫岁岁红莲叶，两处沉吟各自知。掌柜，把这戒指包起来吧。哎呦，真不巧，新公子，这枚戒指已经被人定了。又被定了？被谁呀？这，明白，引着嘛。对不住了，新公子。什么都是缘分，得着了也是缘分，得不着也是缘分。现在得不到，不见得永远得不到。丫头，缘分是果，而不是因。这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能卖给谁啊？我要是不留李大人东西，他也不能走啊。说是急着还王府欠银，啊，我只答应了寄卖。寄卖也要有人买呀！啊，去，扔了。等等，这些东西，新公子别误会，小店从不收这些不入流的东西，这也是被缠的没办法。这些东西我要了啊！你知道这是谁家吗？别摘了，下来吧，小心点儿。下官拜见谢公子。岳父，请起。王爷，三公子出了摆真相了，事情都成了，成了8分了。先是查出了家带库银，逼五公子他们带头还了钱，现在到摆真相观察动向，统控大局。手脚牵银这么重的差，被三公子另辟蹊径，办得十分灵巧。不知王爷这么一考，三公子可算是过了。于队长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哪里不对劲儿？好像是太平静、太顺利了吧？等着瞧吧，惊心动魄的事儿还不知道在哪儿等着呢。没想到莫夫人还有这样的福气。其他人借库银都是为了自己挥霍，但李大人却是为了救助穷人。我记得几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也是水患，他把他皮袄都卖了，换粮食给灾民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到了冬天怎么办？难道你要把你的绸衫都卖了吗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
他说他的绸衫去年都已经卖掉了。我当时心里就想，这么好的官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寒了他的心。可惜我除了能够免他的欠银，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如今我只希望钱猫的小孩平平安安的出生，我一定悉心教导，好好待他。你这么做，就不怕别人说你不公吗？不公？这个世上有黑有白，有贫有富，处处都是不公。我只相信一个人的良心。怎么了，丫头？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，是吧？这世上呢，好男人不只有吕北义一个。你看他冷冰冰、硬邦邦，哪里好啊？哎，我总比那颗石头好多了吧？公子每天捉弄婢妾，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？哎，我怎么会捉弄你呢？你可是我用千里良驹换回来的宝贝，我疼你都来不及呢。真的啊？公子果真这么喜欢婢妾？既然这么喜欢，那一定是有求必应喽。那婢妾现在觉得公子府里的女人太多了，想让公子把大大小小的妇人都休掉。既然公子不爱江山，只爱美人，那方家、穆家也没有什么用了吧？席爵也更是没有什么用了吧？不如你我花前月下，双宿双飞，岂不更好？若是公子怕了，请你以后离婢妾远一点。我又不是下人，这丫头哪儿学的？小姐，是新公子。都说了让你别扭头。怎么办呀？跟我来。快快！袁雪，是你吗？袁雪，袁雪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。没事，走吧。问柔夫人安。妹妹怎么说来就来？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华服，看茶。是。事出禁足已有一段日子了，一直未来拜访柔夫人，还请夫人见谅。这么晚了，妹妹还来看我，真是有心了。辉儿的镯子不适合妹妹，戴久了会勒疼你的。没想到，柔夫人对姚夫人情深意重，简直让我刮目相看。那婢妾也送柔夫人一句话：虚情必定换虚情，真心未必换真心。与虎为伴，小心终有一日为虎所伤。东篱走。
柔夫人刚回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手？她的手怎么了？很红，我故意摸过了，像冰一样，就像是暴露在隆冬里的一双手。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现在又不是冬天，她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，才可以把手冻成这样？冰房？现在又不是夏天，这么晚了，她去冰房究竟要干什么？小心，小心！姑娘慢点。好冷啊，小姐，这里都是冰，真的会有什么吗？姑娘，您的意思是？换子。公子，今天晚上早点回来。妾身快要临产了，没有公子的陪伴，妾身心里不踏实。哎呀，今天怕是早不了啊！虽然治水的钱已经够了，但今天还得押送官银出库。就说你教，我不是一大早就来陪你用膳了吗？还嫌不够？离开公子，妾身一天都待不了。哎呀，你看我不都亲自给你剥蛋了吗？那就别缠着我了，逗你的。公子，公子，穆大人来了，在外面候着呢。啊，正好，让他进来吧。你们兄妹俩可以好好聊聊。穆大人说，现在不少百姓正在典宝署门前闹事儿，请您赶紧去看看。他们又没欠库银，有什么好闹的呀？李大人他自尽了。苏南春，你马上去找穆大人，让他去安抚闹事的百姓，就说昨天我已经免了李大人的欠银，他不可能因此而自杀。还有，我定会查出真相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去吧。公子，那莫妹妹呢？别跟她说，她太不稳，受不起这个。到时候，她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。夫人，叶夫人来了。她来做什么？妾身问姚夫人安。坐吧，叶姐姐真是稀客啊。怎么最近不到夫人那儿请安了？妾身却有依附夫人之心，只是妾身坦诚相见，夫人却从始至终连帘子都没有拉开。夫人心思深沉，岂是寻常人所能亲近？所以今天，妾身特来另投明主。姐姐当我这朗月阁是什么地方？姐姐的美意，妾身心领。可是我这儿虽然庙小，但也不缺姐姐这尊佛。哎呀，不送了，请吧。朗月阁不缺，那冰房呢？什么？若是这公子弟真没有妾身的容身之处，那就像妹妹的孩子一样，躺在冰房里，也未尝不可。这大早上的就在这儿胡言乱语，你说的我怎么一句都不懂呢？妹妹不懂，不知公子懂不懂？你是想威胁我？李大人是好官，为什么要活活逼死他？对，
要不是李大人，我们全家都已经饿死了。我们要见新公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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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百姓闹得厉害了，恐怕对你不利，要不我派兵吧。运送官银赈灾事大，就由着他们走后门。是。哎呀，快停下，快停下！哎呀！夫人要是受不住，今日就先回去吧，明日再走。现在的苦，都是为了以后的天。只愿我能顺利诞下一个小公子。快了，夫人，只有1个月了。是啊，还有1个月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我亲耳听公子说的，还说千万不能让莫夫人知道。那这是为什么？这还不清楚吗？那莫夫人的胎本来就不稳，要是让她知道自己的父亲自杀了呀！说什么？奴婢该死！奴婢该死！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奴婢说……我让你再说一遍！奴婢说，李大人因为还不起欠银，悬梁自尽了。夫人，您千万节哀呀！夫人，流血了！快叫医官来！夫人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！夫人，叶夫人求见，她好像……夫人，叶夫人，你老婆子奉命来给莫夫人接生，说是情况不太好，耽误不得了。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。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妈要的孩子没了。什么？姚夫人，你说以后该怎么办？您能饶了奴婢一命，您让奴婢做什么，奴婢就做什么。还要李建墨的孩子。哦，叶夫人，夫人，叶夫人，夫人，姚夫人早产了。夫人早产体弱，不能受风，快把门关上。是。夫人，让开，恐怕不方便吧，夫人。姚夫人有令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许良川，你家夫人只是个侧夫人，已经瞎了狗眼，不给我家夫人让路，走开！哎，夫人，行了，我要去见姚妹妹，让开。夫人，姚夫人正在产子，即便是您，这样一场派也是不合规矩的吧？合不合规矩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景山在。夫人，恕小人冒犯了。徐阳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大胆！你们是公子的下人，既敢违背我的命令，你们就不怕被遣送出门吗？夫人，您莫忘了，现在管理府内大小事务的人是姚夫人，您还以为您能一家独大吗？你们听命便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自然有公子给咱们做主。是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知道新公子在哪儿，跟我来！
快，在那儿呢！保护库银。明白。保护库银。玉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你就是信公子。没错。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尽管开口就是。我们想要什么？信公子难道不明白吗？为了些银子，值得吗？信公子觉得不值得，为何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为何让人白白丢了性命呢？不错，人命关天，银子怎么会有命重要？你们可知这是什么罪？我们顾不得了，我们这些人本来就一穷二白，也没有什么活路，我们要活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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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放的箭？官兵杀人了！官兵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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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三公子逼死了一个官员，王爷尚可容得下；要是杀死了一个郡主，那……王爷，云雪失踪了。怎么样了？稳婆说我家主人胎很弱，恐怕得费些功夫了。带我进去吧。是，姐姐留步。柔妹妹跟瑶妹妹是情同姐妹，居然不在朗月阁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姐姐不是来得更快？我是嫡夫人，所有姐妹们的子嗣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来探望。既然是来探望，便应该跟妹妹一样，安安静静在外面等着才是，何必非要进到里面呢？我想去哪里，莫妹妹都还没过问，却要柔妹妹来做主吗？莫妹妹在生着孩子，自然顾不上这些。这底下的下人也是粗心，全是些不济事儿。你想说什么？姐姐一定要妹妹说的这么明白吗？自然是要防着姐姐呀。姐姐之前在朗月阁做过什么，还要妹妹再说一次吗？放肆！难道我会害莫妹妹的孩子吗？妾身可没这么说。可这是公子的孩子，谁敢出一点岔子？再说了，既然姐姐没有恶意，为什么瓜田李下的惹人怀疑？这如果莫妹妹的孩子出了什么岔子，妾身相信姐姐，可不知道公子肯不肯信呀？小姐，小姐，如你所料，许继柔去了天蓝阁了。姑娘，公子出事了。对不起了，郡主，到了阴曹地府，别忘了说是死在西公子手里。
是你，公子受惊了。莲姑娘，莲姑娘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莲姑娘，这些都是公子的。我知道他没有瞒着我。你要是把他带走了，公子会要小人的命的，莲姑娘。你要是不让我走，他才会要你的命。莲姑娘，小人不能让你走。你知不知道这马车上装的，关乎着公子的身家性命还有前程？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夫人，你先进去吧。婢妾给夫人请安。如今我还担得起莲姑娘的礼吗？无论何时，夫人永远是夫人。婢妾尊敬清净之心，绝不会变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事到如今，那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婢妾现在真的有要紧的事情，必须马上去组织。有什么事情比公子的子嗣更重要的？洛青莲，若我不是真的走投无路，我绝不会来找你。难道眼睁睁看着穆海瑶再一次颠倒黑白，再夺走一个辉儿吗？夫人，婢妾要做的事情刻不容缓，还请夫人放心。刻不容缓？你知道什么是刻不容缓吗？现在公子邸所有的花，都是姚夫人喜欢的，还有下人的春衣、料子，都是她选的，连这个马车都是她要换的。孩子没生出来，大半公子邸都是她的。那如果生出来呢？我已经不记了，现在只有你才可以阻止他。你当我求你，替公子邸所有女眷们来求你。对不起。我现在必须马上出门。公子此刻危在旦夕，如果出手相救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狄夫人，对不起，你怨我恨我皆可，但为了去量未来，我今天必要一搏。使劲儿，用力，用力！成了，成了！婢妾的苦衷，日后夫人自会明白。现在婢妾确有要事在身，还请夫人放心。不必往后了。识时务并没有错。洛青莲，你真的很聪明。是啊，是你。让我看看孩子。
还这么哭？夫人，夫人，我再去一次朗月阁，大不了这夫人我不要了，也不会对不起辉儿。来不及了，姚夫人刚刚带下一位小公子，而莫夫人的孩子出生便夭折了。 恭喜莲姑娘，如愿以偿。希望以后跟着新主，飞黄腾达，风光无限。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莲儿吗？ 李唐在，我们走。你怎么知道有人要劫营？在下并不知，可能是老天在替信公子给在下出考题吧。什么意思？在下特来投奔信公子。投奔？投奔你的仇人？同路是友。 殊途才是敌。助信公子成就大业，也就是助我吕北义除掉剑疾。跟这些相比，以前那些仇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恩仇不拘，果然是智者啊！医术精湛，文采斐然，还武功高强。好，吕北义，你还想让我知道一些什么？公子若想知。 自然会知道。公子伤亡如何？回公子死伤惨重，不过70%都是劫匪。一直以为曲良富强一方，没想到百姓还贫困辽苦，不惜以身犯险去劫官营，不仅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丢了性命。 信公子认为，他们真的是百姓吗？天说，若真是百姓的话，就算是连襟力壮的百姓，信公子以为自己可以以一敌几？以一敌3。可是这里面有些人，公子以一敌1都难操胜券吧？ 等等，曲良的百姓何时会用这种武器？大人，小人该死，全军覆没。那郡主呢？在新公子那里。把马牵过来。穆大人，我离开片刻。 袁雪和库银就麻烦你了。公子要去哪儿？公子可要想清楚，此事一旦灭成王爷，万一世子侥幸逃脱，日后必视公子为死敌。公子且慢！三公子，他是休公子的人，也是杀害李仪大人的凶手。三公子可能一直以为。 杀害李大人的是世子，岂不知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一直在坐山观火。
斗。谁都知道三公子是有抱负、有城府的人，可是三公子却缺少一件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势力。这四公子在曲梁的势力，就不必老夫再多言了。一旦世子倒了，老夫就是把剩下的大半个曲梁的人都绑在一起，跟着你三公子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么好的官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寒了他的心。我赫连信一定要给心想正义的人一个交代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四弟虎视眈眈，现在唯有协助世子与之抗衡，才能避免曲梁落入贼人之手。我只恨自己势单力薄，除了静待时机，别无选择。但我绝对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。这老三能不能听得进去啊？事已至此，他到底选择站在哪边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好。一，驾，驾，驾。玉，李唐，公子，看来公子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你怎么来了？大人，信公子驾几辆马车，像是要去王府，半路上掉下了一个盒子，被小人带了回来。打开。哎，这不是那个雕花沉香穆锦霞吗？你认识？舅公，这是给父亲的赐礼。我私自把他拦下来以后，前一阵儿我赏给了一个歌妓，怎么到老三那儿去了？不好，好几马车，这要是送到父亲那儿，我就完了。世子啊，你这是要害死老夫啊！报，林大人，新公子带了几马车物品前来求见。舅公，这是你回避一下。好。袁大人，三公子，你这是？那几辆马车里面所装载的都是世子的东西，我知道他在您这儿，物归原主。不知方不方便？自然是方便了。袁大人刚才的头礼，让我豁然开朗。不过除了一件，我不想当贤公子，我愿意辅佐世子，成就大业。三弟贺连信愿辅佐二哥，成就大业。公子不能选择除掉世子，因为世子根本就除不掉。公子以为王爷让你收缴欠银，真的是因为袁百里的推举吗？王爷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在众公子封爵之时，王爷就已经了解到世子在品行、能力、势力上的失利，并且也已经看到修公子日益壮大的实力。明白在夺爵之中，不再是世子一人独大，一位奋威将军和一位世子针锋相对，必然会导致曲梁官员分为两派，政局不稳。
这自然是王爷最不愿看到的。为了稳定政局，除了此消彼长，无疑还有一种更高明的办法。你怎么不过去啊？我力气小，抢不过他们。哦，不可以，不行啊！贺家的子孙啊，没有怕的，去跟他们抢去。三足鼎立，收缴欠银的用意，想必公子已经明白了。两虎相争，王爷希望公子做的，绝不是杀掉一只虎，而是做第三只。启禀王爷，探子的消息回来了，一切正如王爷所愿。好啊，老三办得好，老仆还带回来一个人。女儿问父王安，女儿不孝，让父王担心了。郡主，他回去之后会不会？他明白兹事体大，不会乱说的。是啊。或许对王府的人来说，沉默比倾诉更要容易得多。他不喜欢王府，一心向往平民。平民，他们今天睁开眼的时候，一定只想着可以多赚几个铜板，晚上多吃几两白面。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是他们这一生中最后一次醒来。平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是。丫头，你知道曾经的曲梁是什么样子吗？之前我爹告诉我，30年前的曲梁寸草不生，是王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成了如今的曲梁。没错，曲梁土地贫瘠，即使我父亲费尽心思，日夜不眠，但依然效果甚微。我记得在我15岁的时候，曲梁大旱，我父亲把我抱在高高的城墙上，指着前面那片枯萎的田地，他说：“杏儿，这就是曲梁。壮美的牛羊川河是曲梁，凄苦的流民百姓也是曲梁。”当时我就在我心里面立了誓，有朝一日，我绝对要让曲梁百姓再无流离苦难。再无。今天，他们为了我冤死，而我却没有办法为他们伸冤。谁说公子不能？成大事者眼中，永远不能只有几个人。公子有心，就把曲梁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从此再无这些冤魂。过得好吗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但是没有找到。多一个人很容易，找一个人却很难。你过得好吗？果然在躲我。我很好，深宅大院的日子虽然辛苦，但是你知道我的，我总能活着。我去找过何连信，要做他的幕僚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与其在外面混沌度日，不如在他身边有所作为。他答应我了，只要他能封爵，必定获取我的剑籍。你不介意你一谈受的苦吗？这样对我的人何止他一个？那些以前对我毕恭毕敬的人，如今都远远地绕着我走。我翻了3天3夜的医书，翻山越岭，千辛万苦挖回来的药材，眼睁睁地看着被他们踩成药渣。所有人都可以唾骂我，就连乞丐都把我的施舍扔了出去。剑籍是什么？剑籍之人，就像身上长了疮，流了脓，就连我拿过的东西、喘过的气都是剑，而且与剑籍之人通婚，其全族也将被贬为剑籍。吕家上上下下，皆因无法忍受剑籍之苦，惨死。剩我一人苟且于世。好血，风骨，我吕北夷沦落至此，还有什么资格说这几个字？是我没有资格。玉哥哥，是我害了你。不怪你，莲儿，原谅我，我不能连累你，更不能连累你的家人。
我不能让你全家上上下下落得像我家人一样的下场。我罗青莲对岳离氏不帮吕北夷除掉奸妻，我誓不为人。虽然我们同处一言，却终究是物是人非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是吕先生，我是莲姑娘。毕谦问姚夫人安，恭喜姚夫人喜得灵儿。坐吧。怎么大家都到我这儿来了？不是说叶夫人病得很重吗？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，神志不清了。还有莫妹妹，都是10月怀胎。我母子平安，她却要忍受丧子之痛，真的可怜。这哪里有什么可怜呀？这个人有个人的命，他没有姚夫人的福气，自然享受不起这份荣耀。这说到底，还是咱们姚夫人心善，这心里呀，总是装着别人。大家能到我这儿来，我当然是欢迎的。可是我也不忍心看着别处凄凉，不是吗？大家来您这儿是因为心在您这儿，其实你也不用一直想着狄夫人，咱们该问的安，该看过的人可一个都没少过。是吗？那连微居去过了吗？连微居？那个婢妾？那洛青莲虽然是个婢妾，可是她在王爷那儿得脸了，公子也喜欢，所以我们大家得跟着一起喜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姚夫人这么一说，妾身倒还真觉得是自己的疏忽了。姐妹们，咱们这就去莲姑娘那儿坐一坐。行啊，顺便说一下姚夫人的大度。姚夫人，那我们先告退了。妹妹把人往连微居赶。是啊，这洛青莲啊，现在是我自己人，以后还有用得着她的地方，对她好一点儿，也没什么坏处。她是你的人。我生产那天，听说夫人跪下来求她来我朗月阁，她都没答应啊。既然是做戏，自然要做得逼真点。姐姐的意思是说我愚蠢？你自然不蠢，可再聪明的人也难免有大意失察的时候。你知不知道，洛青莲现在还带着辉儿的。什么时候要帮人，什么时候要用人，从几时起，要让姐姐替我做主了。海瑶，因为一个婢妾，你就要跟我这么生分吗？这也是我想问姐姐的。洛青莲，我再怎么抬举她，也是在利用她。姐姐为什么如此的挂怀？原来你心里是这样看我的。行，既然妹妹另有高人相助，以后这朗月阁，我再不登门便是。
三，你这个差事办得好啊！想要什么犒赏？回父亲，臣做的只是分内之事，不敢要什么赏。倒是穆大人，要不是他铁面无私、雷厉风行，这库银未必能够收得这么快，说不定还耽误了治水的时间呢。确实啊，确实，这是份苦差事儿。这穆天书能够主动请缨，实属难得。他竟然还做得如此利落，让本王惊喜啊！穆家真是人才济济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穆天书，臣在。本王已经帮你请了旨，平南总兵刚刚卸了任，你可愿意去？臣穆天书叩谢王爷。穆家历代蒙受王爷恩典，必当肝脑涂地，竭力为报。能够好好为朝廷尽忠，就不辜负本王对你的举荐了啊！起来吧。谢王爷。来，你们3位女眷过来。老三能够在外面安心办事儿，无牵无挂。多亏了3位贤内助啊，你们也算是功不可没。今日不论位分，皆可赴宴，而且各自有赏。来人，这团扇是丞相所赐，很是别致，你们各自挑选一把吧。果然是绝好的刻工，尤其是金赞刻，可以精致到如此的程度。莲妹妹，你选哪一把？婢妾不敢逾越，还是2位夫人先选吧。妹妹，让你选就选吧。穆大人立了大功，你也出了不少力，来吧。久坐不知香在室，推窗自有蝶飞来。妹妹，你果然好风雅。姚夫人过誉了。姐姐慢着，姐姐不如把这粉色的牡丹让给妹妹吧。你说什么？妹妹一直都喜欢粉色，这生了孩子之后尤其喜欢。这一见到粉色，眼睛都离不开了。妹妹是喜欢粉色，还是喜欢牡丹呢？姐姐这话说的，姐姐已经是这公子邸的花中之王，又何必在意这些？公子，小妹在这胡闹，请公子出面制止。父亲也没有不高兴，就不算胡闹了啊。我也很想成人之美，可是嫡庶有别，我怕妹妹会引人非议啊。既然姐姐不愿割爱，那不如让王爷来定夺吧。您说什么？要和夫人争赏？以我今天的地位，我怎么可以低他一等呢？可是当着王爷的面，你难道不怕他生气吗？我就是要试探王爷的心。这可不是普通的赏啊，这是夫人之位。如果连王爷都许了，那还怕公子不同意？那报。这克丝扇呢？王爷，怎么了？左公子求见。准。
你们先退下吧。宣左公子。儿臣问父亲安。起来吧。本王正在给三公子庆功，你就坐下来一块喝酒吧。三哥的庆功酒，老五不敢喝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？禀父亲，三哥收缴库银，使乖弄巧，不择手段，官员们苦不堪言，怨声载道，特拟纸公文，委派儿子面呈父亲。四哥，老三毕竟立了功，难道父亲真的会罚他？审理署、医卫署、群牧署、祭膳署、典保署，还有大小县城，连长史处也都一块上了折子啊！老三，儿臣在。整个曲梁你得罪了大半呐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儿臣在接到这份差开始，就已经看到这一天了。三哥的意思是怪在差事上了。这收欠银有收欠银的办法，何必非得闹得天怒人怨呢？那你有办法？那你有办法，当初为什么你不及早请面？这天下就没有受待见的债主，本王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啊。老五啊，你要是想喝酒的话，就坐下；你要是想早一点给他们消息的话，你就回去吧。好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四哥。父亲到底会不会罚老三？不会。不会？那你还让五哥跑这一趟？还费这么大力气让官员们上公文参他。官员们的反应，父亲不会不知道。这纸公文只是个楔子罢了，开场就是好戏，岂不可惜啊？父亲，有些事情您心里明白，可有些事情您也许不明白。哎呦，还有什么是本王不知道的？那就要问三哥了。三哥，你收缴库银，逼死了清官李大人，几十名百姓义愤填膺前来请愿，你竟然把他们全都杀了。三哥，可敢抵赖？可有此事？有。世子到。儿臣请父亲安。这个时候赶到，是不是也要替老三求情啊？回父亲，儿臣不是来替老三求情的，是再添把火，再揭他一宗罪。起来吧。谢父亲。你有什么火，就烧出来了。父亲知道，上次祭拜母妃的时候，儿臣与老三因为山石滚落的事情闹过误会，后来又因为封爵的事，儿臣遭到了父亲的责骂，心中一直十分的不痛快。所以赫连逊这次受奉追缴欠银，儿子便知道一定会出乱子，
就派人整日跟着他，想抓到他的把柄，好好报复他一下。你倒来个坦诚啊！啊！父亲，儿本来想看一场热闹，没成想热闹没看到，让儿子发现他的一件事情。二哥，说下去。父亲，儿子发现这贺连信追缴欠银，遇到贪官，他用的手段缺德之极，能气得死人都掀了棺材板。但遇到那些穷官清官，他从不追缴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自掏腰包把这个欠款补齐了，其中也就包括了老五方才说的那个李大人。奇怪，名为告状，实则解围。怪了，世子不是恨透了公子吗？怎么会出手相助？儿子今天要揭发的就是贺连信厚此薄彼，瞒天过海之罪。老三，可有此事？这李大人是不是自尽而死？不是。那是怎么死的？说。父亲，李大人过世的前一天，儿子和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得知李大人早就生了重病，只怕让家人担心，才刻意瞒下。所以当天他病发身亡，才会看似是突然暴毙了。老五误会，也是情理之中。那百姓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些不是百姓，而是劫匪。要不是穆大人为儿臣拼死护主，那些库银恐怕已经被洗劫一空。你是说世子啊？怎么可能呢？这就是王爵之争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敌人。一旦他们两个联了手，今后在朝中，我就不会有立足之地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难道你早有安排？老五知道三哥口才了得，只可惜啊。请父亲允许，让儿子带个人上来。草民叩见王爷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讨个公道。你是什么人？回王爷，草民王五是个平头百姓，常年受李大人恩惠。那天得知李大人被信公子逼死，草民就和大家伙一起去找信公子请愿。你说你见过信公子，能不能指认出来？三哥，不知道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？王五啊，那一天的事儿还记不记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草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那天我们一起拦住了信公子，想为李大人讨回一个公道。谁知道大家伙刚说出来意，信公子就翻脸说李大人是不是自尽关我们什么事？我们再想理论，他就派人。草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同伴丧生在官兵刀下，可怜他们都是无辜百姓，
却白白丧了性命啊！老三，怎么说？儿臣今天兴高采烈的来喝父亲的好酒，没想到还听了个故事，算是赚了吧。老五真是佩服三哥这张颠倒黑白的嘴，只是证据确凿，已经融入到三哥地来了。老五倒想看看，等下父亲责罚三哥的时候，三哥是否还笑得出来。老五，依你看，本王该怎么处置老三？怎么处置，是父亲的事，老五不敢妄言。你还知道分寸啊？喂，没关系，你说，哎，本王不会怪你。儿子以为应该请召削职革爵，再送到审理所。王爷，下官有话要说。说。微臣有一物，请王爷过目。报，公子，探子密信。怎么了，四哥？那日库银被劫之后，信公子担心其中有纰漏，便叫下官去调查劫匪的底细。谁知巧得很，这王五就在其中。经过微臣调查，这王五绝非良民，他乃是潜逃了10几年的杀人犯。什么杀人犯？不只是王五，其他人多数都为作奸犯科之辈。试问此等人，怎会受李大人的恩惠？又怎会为了李大人而出头申冤？分明是劫银不成，侥幸逃走之后又财迷了心窍，这才找到左公子行骗。既然是杀人犯，还跪在这干什么？王爷，曹明，压下去！曹明不是杀人犯啊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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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！父亲，儿子确实不知，请父亲治罪。治不治罪？你问问你三哥。五弟刚才怎么说来着？削爵革职，送到审理所。父亲，老五为民心切，才会被歹人所骗，请父亲饶了他这一次。三哥，老五啊，父亲，还不快起来谢过你三哥啊！
老五，谢过三哥。父亲，今天老五闹了个笑话，这就回家闭门思过。儿臣告退。嗯。父亲，儿臣也告退。嗯。好，回座。武天书，臣在。这件事你办得得力，本王想赏你个什么呢？下官只是做了些分内之事，绝不敢再要王爷封赏。好，好，坐吧。是。牧师。奴婢在。刚才不是说喜欢那把牡丹团扇吗？众所周知，牡丹是花中之王，无论如何，理应给夫人。可是奴婢实在是喜欢，所以一时失礼，还请父王恕罪。就是一把团扇罢了啊！既然喜欢，本王就让人专门再做另外一把一模一样的给你，如何？奴婢叩谢父王，奴婢一时的小小贪心，父王竟然如此费心成全。从今往后，奴婢一定全心全力的服侍公子，以报父王的恩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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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你现在就把这一把拿给夫人吧。是。姐姐，刚刚妹妹任性了，姐姐不要见怪啊。大家都是姐妹，妹妹这么说就生分了。你做什么？王爷已经给你无限的殊荣，难道平分秋色你都容不下吗？王爷，奴婢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不知道啊。没有做，那个扇子怎么会断呢？王爷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刚才本王已经错信你一次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在老三身边，怎么有你这种妒妇啊？老三，儿臣在，你来处置。是。王爷，请念在小妹年少无知，又刚为贺家诞下血脉，就请说，本王才刚刚赏赐你，你就要恃宠而骄吗？微臣不敢。
老三。侧夫人穆海瑶蛮横善妒，失仪失德，废除为庶人，安置于南郊别院。今天是满月，和辉儿死的那天一样。你好久没有再提辉儿了，我以为你已经忘了。那父亲的心意，你是何时看出来的？婢妾并没有看出来，而是猜到的。婢妾曾经说过，王爷想要公子做第三只虎，但是收缴欠银的功劳是远不足以让公子站稳脚跟的。要是想要起事，身边必须得有党羽，这一点王爷怎么会没想到呢？所以扶植党羽一直来说是王爷默许的。可这党羽究竟要强到什么程度，就一定要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了。既不能弱到无法与这两只虎相互抗衡，又不能跟公子勾结得太紧，强到无法控制。所以王爷在扶持公子党羽的同时，一定会找到一个压制的点。如果公子的党羽是穆大人，那么这个点自然就是姚夫人。只要她不再是公子的妻妾，那么穆大人就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袁百里。所以你才假意投靠穆海瑶，帮助他抬举穆天舒。这么做不单是可以扶植党羽，还要借我父亲的手除掉他。接着说，接着说。王爷送我们三人团扇之时，婢妾就知道，姚夫人的扇子恐怕已经被人动过手脚。可是我父亲怎么能猜到？他怎么可能确定海妖就一定会抢那个牡丹花呢？他并没有猜，没有依据的才叫猜，而了解一个人，等着他一步一步走上自己的道路上来，那叫知道。姚夫人兄长得势，自己又诞下灵儿，在这春风得意之际，他怎么会不乘胜追击呢？所以王爷从来就没有猜，他只是知道。公子以为自己是下棋之人，却不知掌控全局的一直都是王爷。可是你却早就懂了。什么时候？婢妾兴许是讲的太多了，婢妾就先回去了。什么时候？婢妾和公子从王府回来那天，婢妾听见王爷提起袁百里时，言语间似乎有些厌恶。当时婢妾并不知道，后来想起景芳嬷嬷曾经说过，先王妃嫁给王爷之后，就开始远离家人。先王妃和家人并不亲近，嫁了王爷后更是有意疏远。这是为什么？王爷这个人办事公正，鲜少徇于私情，在他面前有一些关系亲不如疏。从那个时候，婢妾才明白，王爷一直厌恶的便是这裙带关系。我请景芳嬷嬷教你去了解我父亲的心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却被你用来击败我的女人。
婢妾自作主张，请公子责罚。责罚你什么？责罚你些什么？帮我扶植党羽，帮我报我儿子的仇。丫头，你所做的，都是我一直想做却没能也不能做到的事。丫头，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，你根本不需要对我坦诚。即便是我逼你，你也可以对我有所隐瞒。丫头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我明白。既然公子不责罚婢妾，婢妾就先。你懂了我父亲的心，那我的呢？公子在王府喝了太多酒，怕是醉了。是，我是醉了。自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就立誓要当个安王。这20几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了铺这条路的砖石。或许真的是今天的酒太烈了，让我醉得神志不清。不应该说，我醉了几十年了，没有一刻比现在还清醒的。我竟然会觉得，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对平凡的夫妻，即便是不喜绝，我也不会觉得遗憾。我罗庆龄对月离世，不帮吕北一除掉奸计，我誓不为人。公子错了，公子要的绝不是婢妾。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那你呢？你要的是什么？公子真想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我赫连信给不了的？尤其是你丫头，你要什么我都一定给你。侧夫人、夫人，只要你要，我一定给你。婢妾要公子请吕北义为幕僚。吕北义文武双全，一定可以成为公子的左膀右臂。还有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是你欠他的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，这就是你的心意。事到如今，你心里面还是只有一个吕北义。这原本就是婢妾的目的。你我不过一场交易，只是公子忘了。婢妾告退。交易。好多天没来了，还是一点都没有变。谁说没变啊？上次姐姐来的时候可是沉着个脸，可如今却是笑着。你这妮子，瞒得我们好苦。要不是夫人今晚看出来，还不知要怨你到什么时候。我也是冒险一试，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跟着担心呢？况且穆海瑶这个人生性多疑，我要是连你们都瞒不住，怎么可能骗得了他？
我要替慧儿谢谢你。当初要不是婢妾告诉慧儿荣求的事情，慧儿或许就不会丧命朗月阁。我欠下的债，不必是要还的。对了，慧儿的手镯还给夫人。谢谢，谢谢。你真的变了许多。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全然不信命的。现在也不信命啊，我姓寨。咱们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你好像忘记了一个人。谁？公子啊。岁月可以静好，能不能安稳，就要问自己的心了。